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Hak。早前呢，我有预计过今年索尼可能会推出一款高像素的全画幅相机。对，它来了。但是呢，没想到的是，它居然推出的是固定镜头的 RX-1R 系列。这个系列的上一代呢，距离现在的发布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。它确实需要更新，但是呢，它现在的这个价格嘛，遥遥领先。难道是给隔壁徕卡 Q3 和富士 RF 送人头的吗？OK，Anyway，如果你跟我一样这几台全部都买不起，我现在有一个终极的平替方案。是的，就是我现在手里的 A7CR 加上三洋的35 2.8。现在在二手市场淘一个成色还不错的这个组合，价格还不到 RX-1R3 的1/2，搭配遮光罩、直柄还有手腕带一起，价格也就差不多 1.5到 1.6个 W 左右。之前那期视频我还专门吐槽了 A7CR 的价格问题，现在有了对比，它一下就开始有性价比了。这真的是索尼，它是不坑穷人哈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也不啰嗦，直接看这套方案的出片效果到底怎么样。现在刚刚好，哇，赶紧！拍得到。刚好。三洋的日镜头最大光圈为 2.8， 最近对焦距离为35厘米。可以看到它在近景拍摄的时候，光圈的虚化效果还是不错的。光圈全开，中心锐度可以接受，边缘比较肉。光圈收缩到 5.6 可以达到它的最佳画质。对焦速度同时也是非常的快，而且马达声音非常的安静。回头看我。这支镜头我暂时还没有在其他的机型上深度使用过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弹幕上扣个1，我之后可能会出一期它的详细的视频。如果你问我这支镜头能不能喂饱6100万像素呢？答案是不能。当然有可能 RX-1R3 上的那只蔡司35-2它也喂不饱。现在我能找到的相似的体积跟重量下还能够自动对焦的，就只有这支腾龙的24毫米的 2.8能够喂饱6700万像素。但是呢，这支镜头的槽点实在是太多了，我这里就不展开说了。这一期呢，我会把这两支镜头的拍摄的样片都放到评论区里面，供大家去研究。欢迎大家点赞加关注，表示一下支持，感谢。所以说性价比最高的平替暂时还只有这支800块的三洋35毫米。好了，镜头说完了，我们现在说机身。按照索尼抠抠搜搜的习惯呢，它的那块6000万的底存货还没有用完之前，它给 RX-1R3 配备的应该是跟 A7R5 和 A7CR 的同一块无低通的6000万 CMOS。然后呢，在这个机身下，它肯定配备的也是电子机械快门。所以呢，在画质的实际表现上，应该是 A7R5 大于 A7CR 大于 RX-1R3。到现在为止，新西兰这边还没有样机，所以我这里拿了一个跟它体积差不多的索尼 A6000，然后加上适马的45 2.8这支镜头，来给大家做一个直观的对比。从实际的数据上来说呢，A6000的长可能会多 0.5厘米，然后其实 A6000的高度比它还要矮一点点，可以看到一个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。其实A7CR 它机身比较厚重，其他的话差不多。然后呢RX-1R3 它的重量是498克，A7CR 的重量机身为515克，镜头为85克，所以加起来是600克，所以它们俩中间的重量就相差100克。但是呢，这100克的重量呢，也包括电池在里面。大家可以看到 A7CR 的它是 FZ100 的大电池，然后呢 RX-1R3 呢，它跟 A6000 一样，用的是FW50这种小电池。这个电池应该是15年前15年前的索尼的电池，所以100克里面还要打一个电池的折扣。
所以实际上握持感上面重量上应该差不了太多，如果是这一套组合的话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它的这个体积大小呢，确实是有点尴尬。它确实很小，但是呢，它又没有小到可以直接放进口袋。不管怎么样，直接就可以放进口袋。现在这样是没办法放进口袋的。然后同时这个大小呢，它又牺牲了握持感。然后你出门携带的时候，你肯定还是要搭配皮套或者背包一起使用。所以我感觉这个镜头它还不如做的像 GL3 一样，那样可以伸缩的话，会更加实用一点。二是屏幕方面，从数据上来说，RX1、R3的屏幕的显示效果应该比 CR 好很多。但是呢，它屏幕是固定的，它不能翻转。所以在你需要一些特殊角度或者低角度拍摄的话，它是没有这个选项的。现在来看，好像 CR 的屏幕虽然槽点很多，但是至少它可以翻转，对吧？你想这样腰平取景也可以，或者你想自拍也行。就你使用上面，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，你可以，反正都差不多吧，也索尼屏幕大家都懂的嘛。然后它更新了跟 FX2 同款发布的2款新的滤镜 FL2 和 FL3， 在原片指数上又多出了一些选择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如果你玩胶片滤镜，谁又玩得过富士呢？在操作方面呢，它可以说比 HDR 多了一个快捷键，也可以说没多，因为它在多了一个快捷键同时，它也砍掉了一个视频录制按钮，这就属于薛定谔的升级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 RX1、R3 它的所有优点了，我感觉好像说了跟没说一样。然后现在就是它挨打的时间了。首先就是它的镜头，如果它还是沿用上一代，也就是2代的那只蔡司35 F2 的那只镜头，它很大概率是没办法喂饱6000万像素的。这一点呢，在网上有一些测评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查一下。反观是 HDR 这边，如果说你平时想出去旅游，你可以用一些这种小一点镜头，包括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，你用 C 画幅镜头，你还是同样可以达到2400万像素的一个输出。然后你如果想要拍一些，比如说风景啊，严肃一点，你需要一些好的镜头，你就换大镜头就好了。这点就没什么好说，这个是可换镜头和不可换镜头的一个最大的分别。然后其他拍照方面的缺点呢，就是它的最高就是 RX1、R3 它的最高连拍速度是5张每秒，然后 CR 是8张每秒。虽然 CR 其实是已经比较慢，但是 RX1、R3 它更慢。然后在视频方面呢，然后在视频方面，首先它是没有一个外录 RAW 视频这个选项的，然后暂时它也没有那个动态增强防抖模式，也就是 ZV-E1 同款那个新的防抖模式。然后呢，最夸张的是它在4K 的拍摄4K 的时候，它的最高帧率只能达到30帧每秒，这个真的是有点砍得猝不及防了。总之，对于 RX1、R3 这台机器，它属于你买我推荐，我买我不买，反正它肯定坑不到我们穷人。反正 A7M5 它应该在路上了吧？这个应该是大家的生产力首选。好的，欢迎大家一键3连，拜拜。